很喜欢 Recommod 色彩与 R3D 的格式，可以让我尽情地拍摄出最完美的画面。我也非常喜欢 Sony FX3 的小巧且轻便，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帮助我拍到我想要的画面。但是如果问我最希望 Recommod 和 Sony FX3 能有的配置，那就是内置 ND， 可以使得在片场上换镜头啊、团队合作、曝光的时候都方便很多，并且如果不需要使用 VND 的滤镜，镜头的选择也就跟着变多了。所以内置 VND 的转接环是一个十分实用的配件。虽然说佳能早就已经有了内置 VND 的转接环，不过它是转 EF 卡口的。我个人工作的时候都会更倾向于使用PL 卡口的镜头，我觉得 PL 卡口会更加的牢固且可靠，并且是行业的标准。镜头上面那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与其他电影人合作起来也更加的方便。所以佳能的 VND 转接环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。这一个是 Movac 最近推出的 Poco 带有内置插片 VND 的RF 转 PL 卡口的转接环，那我就非常有兴趣，因为我十分喜欢这种认真做创新产品的厂家，那于是我也就找他们试用了这一款，想做这个视频来分享，并且也是为我自己测试一下，看看这个产品是否真的可以满足我在片场上团队合作、专业工作的需求。那首先可以看到这个转接环的外观很骚，紫色的 PL 环一看上去就很有自己的特色。说到产品后，我觉得质量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， PL 环的质感也非常不错，转的时候手感也很顺，不会有那种卡卡的廉价的感觉。镜头转接上去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晃动，十分的稳。在转接环的侧面你可以看到滤镜的插槽，那就算你在没有使用 VND 滤镜的时候，也需要在转接环里面留着这一个无色的滤镜。那一是因为你自然不希望有灰尘之类的进到你的转接环里，然后上到你的镜头或者相机的传感器上吧。二是因为法兰距的原因，不上这个无色镜片的话，你的镜头的后焦就会变。那这个无色滤镜也已经将一切都计算好了，插入后镜头的后焦就会变成正常。转接环的上方有一个紫色的快捷栓，按住就可以将滤镜拔出来，插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咔嚓声，就知道滤镜已经稳定了。咔嚓声真的很爽不过因为这一个产品现在还不是最后的完善形态，我收到的只是试用的 demo 的版本，滤镜现在在插入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会容易硌到。不过厂家已经跟我说已经在研发了新的版本，滤镜插入的时候会更加的顺畅。那重头戏来了， Poco 的 VND 的滤镜也设计的不错，我喜欢它的紫色的轮盘，上面标有现有的这些ND 的档位。那这个对于片场使用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并且在波动的时候阻尼也很顺，不会有太松动从而导致滤镜晃动的情况出现。ND 滤镜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在光线过曝的情况下，可以不改变相机或者镜头的光圈其他的参数，来达到画面曝光准确的一个目的。如果你希望达到一个前景深的画面， ND 滤镜就可以很有效的帮你在保持大光圈的同时控制你的曝光。简单来说就像是给你的镜头上面戴上一个墨镜。在使用 VND 滤镜的时候，我建议是先设定好你想达到的光圈量，然后再调节 VND 滤镜去达到正常的曝光画面。那以下是我在室外使用 Recommod 白平衡保持在 5600K， 使用东正旋风进行的 VND 色彩对比。那可以从这些画面中看到 Poco 的 VND 的色彩表现跟我一直在使用的铁头 Mirage 幻境 VND 十分相似。VND 的色彩与无滤镜的 Komodo 的色彩相比，会稍微偏黄绿，偏暖色调。色彩表现方面要看个人的喜好，不过我觉得对于本身会稍微偏品红的 Komodo 的色彩来说，用起来是挺自然的。让我感到开心的是，因为我是使用 Recommod 测试的，然而在室外变换 VND 档位的时候，也并没有在档位之间看到十分明显的色差，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这个是我对专业 VND 的一个要求。而 Movac Poco 的，我也将使用 IR 隔绝与无 IR 隔绝滤镜的画面进行了对比，也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色差。
那在 Red Komodo 的 S35 sensor 上，我最宽有使用到东正的25mm 的焦距，也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黑边啊或者 X 黑影，因为在 VND 的2级极端位置都有 Hard Stop 防止你去转过，在更换档位的途中测试也没有存在任何的黑影。虽然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卡口，不过至少在 Komodo 上的表现，我觉得是十分不错的。那我也测试一下使用 Moffat Poco 的无色滤镜，与用铁头 P1 卡口，也就是不用滤镜的对比下，那会不会对镜头的锐度、画面的锐度产生一些变化？那测试结果下并没有发现什么显著的区别。那因为有了滤镜，转接环自然就无法兼容所有不同长度后镜的镜头，像是微弱式的 Epic 边宽就不兼容。不过我用东正的旋风和卡塔那都是毫无问题的。Moffat 官网也有一个后镜测量图，可以帮助你判断兼容与不兼容的镜头长度。Moffat Poco 也会配套他们自己的白柔与黑柔，还有一些拉丝效果滤镜。我这里只收到了黑柔和白柔滤镜，相信看我的频道的人对黑柔也不会陌生了。我十分喜欢使用黑柔滤镜。黑柔滤镜最大的作用就是去除你的画面中过锐的一些数码感，可以柔化你画面中的高光，晕开光源，使画面得到一种更接近胶片感的复古画面。所以我觉得黑柔滤镜最有效的情形是当你的画面中有强烈的光源，像是霓虹灯、蜡烛、阳光这些。使用黑柔可以模仿在现场使用烟机的效果，增加你画面的唯美感和复古感。Moffat 的黑柔和白柔表现，我觉得都非常不错。可以看到 Moffat Poco 的1/4黑柔与我经常使用的奈斯的1/4黑柔相比，它对高光的晕开也会有所不同。那我觉得它对画面的整体的对比度的保留也会有所不同，这个效果要看个人的喜好。那当然在市场上也有相同的内置 VND 的 P1 转接环了，不过价格是无法相比的。英国的 Kippertie 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个牌子，然而当有相同档位 VND 的版本，价格都到1300多欧元去了。并且 VND 的大小会使装在 Komodo 上使用兔笼啊、手柄这些都形成难度。美国旧金山也有一个公司叫 Breakthrough Filter， 最近也在研发带有 VND 的 P1 转接环。那红色的配色看上去也很骚，并且跟 Komodo 也很配。不过价格光是加上 VND 滤镜和无色滤镜就要到$1000多。所以这么一比下来 Moffat Poco 的这款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，并且 Moffat Poco 这一款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是可以让你自己去更换卡口的。那比方说你像我一样，你是使用索尼 FX3 然后也用Red Komodo， 你就并不需要再去买一个一卡口的转接环，你可以直接购买他们的一卡口，然后并且就可以手动自己更换上去，这样子可以省非常多的钱，性价比确实很高。那总体看来我觉得转接环的滤镜质量啊这些都是不错的，5G VND 的表现还有柔光滤镜的表现都让我非常满意。然而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转接环跟这些其他更贵的品牌比起来，也有我希望可以得到进步的地方。那第一个就是转接环的支架，这是 RF 口的一个通病吧，那就是装上转接环后都不是特别的稳，会有一些晃动的情况出现。虽然晃动的问题不大，不过我个人像是在使用一些较重的镜头，或者在片场上使用跟焦器的时候，那肯定都是喜欢使用兔笼的一些支架来保证镜头的稳定啊，当然还有保护我们的 RF 卡口。像是我使用的铁头或者 Wooden Camera 的兔笼转接环的支架都可以直接支撑像是铁头啊或者东正或者 Metabones 的转接环。那像是比方说之前提到的 Kippertie， 因为是很大的牌子， Komodo 的兔笼像是很好的 Bright Tangerine 的兔笼也有专门为他们的转接环做配套的支架，他们自己也有做适配 Komodo 的支架和兔笼。而我收到的 Moffat Poco 这个试用款的原装下面这一个1/4镂孔底座，因为有点过高了，
铁头或者 Wooden Camera 的支架都没有办法可以进行支撑。那如果要在片场上团队使用，我最希望的就是 Mofage 也可以做一个适配自己规格的 Komodo 或者 Raptor 的 RF 口兔笼支架。不过之前也与厂家讨论的时候，也了解到他们到后面会出可以兼容不同高度和相机规格的这个1/4螺孔的底座，这样子就可以兼容不同的兔笼支架了。目前厂家也跟我说，这可以是将其他牌子转接环的1/4底座换到 Poco 转接环上。像是我尝试将铁头的 RF 转 PL 转接环的底座装了上来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因为牌子不同，所以这一个它螺丝的这些位置都会有一点点偏差。那暂时就是没有办法将其他牌子的1/4底座装上 Mofage Poco 上面。那所以我现在最希望的也当然就是 Mofage 可以尽快出适配 Poco 与其他兔笼的不同规格、不同高度的1/4底座。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当然要看你是用什么牌子的兔笼。那我之前试过，就是用铁头的Red Komodo 的兔笼，因为 Mofage Poco 旁边这一个滤镜的插槽的这个位置非常靠近你的相机，那铁头 Red Komodo 的兔笼的侧边会硌到这个转接环的滤镜，就没办法使用了。但是我觉得像是Wooden Camera 啊或者 Red GDU 的这些兔笼侧边应该都不会硌到。那我也希望 Mofage 可以出一个能够装入多个这种小的内置规格滤镜的一个盒子，可以方便带上片场，这样子也不用一个一个小的滤镜这样子分开带。那当然这些只是我觉得一些吹毛求疵的请求吧，是一些我觉得能够让 Mofage Poco 变得更加方便、更加实用的一些小建议。那现在剩下的那真的就是期待它的上市了。OK， 那我是 Nate， 我希望这期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.